最近啊，AI 炒股非常火，你一定也想出一个自动化的交易系统，在家里让系统帮你去低买高卖、抄底淘底。我前面呢出了很多期的视频，都是教大家怎么用 Web Coding 的方法去做好自己的量化交易系统。但其实有一个终极的问题没有解答，就是什么是量化交易？这叫做先实战再理论。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量化。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在这期视频中给大家彻底说明，为什么我要删掉 K 线，为什么我要求导降次去求解，为什么要用 Sigmoid 的函数，为什么我的策略几乎不挂单止盈止损，为什么一定要选那种宏观绝对看多的优质资产。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什么是量化交易？这里请允许我先叠个甲，我出这期视频的初衷呢，绝不是为了 diss 任何量化规则或市场规则。在金融市场中，任何人任何机构只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赚到钱，那就是他的本事，我认为他就是真正的 hero。 至于赚不到钱，菜就多练呗。而且目前监管层正在不断的缩紧高频量化的紧箍咒啊，市场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所以我今天是站在纯粹的数学、算法和科技的角度，带大家看清量化机构的武器库到底长什么样。只有看清了超级计算机的运行逻辑，我们散户才能在与 AI 共存的时代找到自己的面壁者计划，避免成为冰冷代码的流动性养分。在当今的金融市场，如果你感到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如果你还在手动进行交易，那么对不起，我必须向你揭示一个冰冷而残酷的真相。你面对的是一场绝对不公平的跨越维度、跨越资源、跨越阶级的完全不对称博弈，就像身为地球人的你面对三体人一样。先看看现在的市场现状吧。公开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一些没有自己的量化系统，或者是系统不够先进的私募资本，甚至一些顶级的游资都陷入了巨大的亏损，活跃游资的平均亏损是超过 30% 的。实际上，根据小道消息，还有更多的私募资本的亏损率是接近 80%。 为什么过去这些顶级投资机构甚至是市场的操盘手会齐刷刷的走向亏损？公开的资料中，你也许能够查到以下的一些信息。现代量化金融领域机构投资者倾向于使用包含数千个超参数的深度学习模型、长短期记忆网络，或者是极其复杂的套利统计、多因子模型、神经元等等等等，几千个因子、数万个参数，每年服务器算力的投入高达几千万，等等等等，很高级，对吧？不是的，这种高度复杂化的模型往往并非出于对市场本质的精致刻画，而是作为一种烟雾弹，用来掩盖量化机构实际上赖以生存的核心优势：微秒级的或者纳秒级的提前量、深度的订单铺、先知视野，以及通过供脂服务获取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剥离这些技术特权，复杂的参数拟合在样本外是极易失效，甚至完全没有卵用的。机构量化不要管它怎么去包装，本质上上文说的几千个因子、几万个参数，所有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先知，或者说偷看底牌。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为什么要让你知道他们的量化系统用了这么多因子？为什么要让你知道他们有多高频？为什么你能直接在网上查到这些机构花费在量化服务器上的具体金额？这些信息对大众有用吗？你需要知道这些吗？完全是不需要的。但马看到什么是人决定的，懂魔术的就知道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巧，通过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觉得量化是在用智慧在赚钱，这笔钱活该他赚到，让你被这些复杂的信息障目，让你的注意力被分散，从而根本发现不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本质。他们明摆着要看你的底牌，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要搞多因子？为了方便看你的底牌。为什么要搞高频？为了快速看你的底牌。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服务器？为了看更多人的底牌。请大家随便让 Gemini 去做一个 deep research 深度研究，让它作为华尔街量化巨头去出一个量化策略，它大概率都会频繁提到一个东西：订单簿。买单和卖单这是静态的，通过复杂的机制就能看到。那么动态的买卖呢？高频。无论机器多么能偷看底牌，你总是要摸新牌的，所以必须高频。你在下单摸牌的一瞬间， API 还没生效的时候，
买卖还没有成交的时候，信号已经被捕捉到了。同样的，如果出现消息面的信号，大量散户拥挤到交易所进行交易，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机构可以把交易级别压缩到纳秒级别，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做到真正的先知。是的，在你出手之前，你已经输了，在订单成交前，你的一切都已经被看光了，这个就是量化。你在金融世界的每一个操作都在被深刻的运算着，就像这个函数一样，无论你是做空还是做多，无论你怎么挣扎，最后都是收敛到这里，零点 y 等于 x sin x 分之一啊，这个函数就是大型机构对你进行的降维打击突破。那么我们看看量化机器这个三体人对我们都做了哪些套路或者说战术。战术一啊，水滴战术。水滴出速度极快，表面光滑到极致，没有任何的摩擦力，能100%反射所有光线，呈现出完美的镜面形态。人类以为它是三体人送来的和平信物，导致人类舰队密集列阵去迎接。量化系统的机房一般都是设在离交易所最近的地方，利用这种直连没有任何摩擦力的像水滴一般的操控性，精准诱多，让你以为这是绝佳的做多机会。竞价那几万张涨停买单，营造出非常繁荣安全的假象，随后在散户无法撤单的瞬间反手收割。水滴战术的时间线模拟大概是这样：9点15分到24啊，这是集合竞价的时间。水滴从银河系外飞来，它给你看最美好的形态，量化系统挂出数万张或者数十万张涨停买单，让你以为今天是一字板的狂欢。但是9点30分开盘，它开始以不可思议的折角和轨迹穿透所有的人类战舰，反手砸盘，在开盘的瞬间直接砸穿。那么最后9点31分，原本高开 9%， 一下子到阴跌跳开至负 9%， 仅仅1分钟，你的账户就血亏 18%。此时追高的散户就被锁死了，想小亏18止损，又止不了，眼睁睁的看着账户缩水，就像看着水滴一艘一艘击穿舰队。一天后，你已经亏损了 40% 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止损出场吗？战术2，质子的全天候降维监控与锁死。质子展开为2维后，可以监控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次会议，甚至每一个人的对话。地球人在三体人面前完全是单向透明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防线。市场中有纪律的散户通常会把止损位设在关键的均线或者是前期的心理整数关口。量化交易后台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计算出某一只股票在哪个特定价位聚集了最多的割肉盘，然后呢，毫无征兆的集中砸盘，在完全没有任何利空消息的情况下，量化资金会突然集中抛售，瞬间击穿那个聚集大量止损单的关键价位，最后引发恐慌并低位接收筹码。关键价位被击穿后呢，散户的交易软件会集体的弹出止损提示，导致恐慌性的割肉盘。是的，我们所谓的止损位在拥有全样本数据的量化后台面前是透明的，算法能计算出止损盘最集中的心理价位，这是定向的爆破。在这个市场里面，量化就是悬在你头顶上的质子，你深夜复盘，辛苦看形态画的线你在心里不断发誓的跌破这个价我就割肉的止损位，在全样本数据的后台里面，就像写在白板上的字一样清晰。这个不是博弈，这是单向透明的屠杀。质子扰乱了人类粒子的对撞，而量化算法精准击穿了你的心理防线。你刚割肉，它就吸筹拉升，你的每一次情绪崩溃都是质子计算好的一环。你小心翼翼的把止损位设在支撑位下的1毛钱，第二天股价就精准跌破这1毛钱，洗掉你的筹码后立即拔地而起。你要把止损位设在支撑位下，再深一点，那就刚好再深一点打到你。这就是为什么市场总是会向着大多数人最不利的方向走的原因。市场倾向于制造最大的痛苦。好，战术3，光力打击。宇宙间的光力打击是以光速飞来，当你通过望远镜看到恒星毁灭的强光时，毁灭其实早已经发生了，这中间的时间差就是高阶文明的武器。散户看新闻炒股就像用肉眼观察宇宙，当你看到利好推送，点开 APP， 大脑
分泌多巴胺决定买入的时候，这几分钟的延迟在量化 AI 眼里就是一个世纪。量化的毫秒级语义分析和建仓就是光速飞来的光粒，当你看到利好新闻弹出的那一刻，打击就已经结束了。你冲进去的最高点是他早已建好仓并等待派发的废墟。战术4，脱水技能。在三体世界的乱纪元，三体人可以通过脱水变成干纤维卷起来，躲避烈日和严寒，而我们只能以血肉之躯硬扛灾难，无处可逃。机构，尤其是大型机构，往往都掌握着一项甚至数项这样的不对等技能，比如消息操控，比如规则优先级，这也是个人与机构交易的不对等。下午行情突然跳水，乱纪元来了，机构可以完美逃生，你只能被死死锁在烈日下，眼睁睁地看着账户起火。量化机构的第5个战术，3日凌空的陷阱。三体为什么叫三体？因为它有3个太阳的运行轨迹，这个轨迹在数学上是无法预测的。三体世界的恒纪元和乱纪元是随时交替的，试图寻找规律的人最终都被烧死或者冻死。量化系统或者说量化机构会巧妙地制造一种类似于这种3日凌空的现象，轮动，多么漂亮的词汇！兄弟们还好吗？你还在等哪个板块的轮动吗？如果还在等，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故事。早盘光伏，午间半导体，尾盘低空经济。我们总以为自己能找到规律，像先知一样去预测下一个恒纪元，但真相是这种高频轮动是算法根据资金流向制造的3日凌空。千万别追热点，别追热点，你每追一次热点就是试图在追逐太阳，最终的宿命就是被极度的高温抽干所有的流动性。以上就是三体人也就是量化机器的5个经典战术。既然它有战术有套路，自然也就有破解之法。那核心的破解之法，三体里面已经告诉我们，面壁者计划，封闭大脑，用最原始的面壁去对抗质子与水滴。为什么三体人科技那么高，却对地球的4个面壁者毫无办法呢？因为质子能监控所有的数据、文件和对话，却唯独读不懂人类的大脑。面壁者对外的所有行为都是烟雾弹，真正的战略只藏在自己不为人知的脑海里。量化的多因子深度神经网络之所以能把你算死，是因为他们在复盘和训练的时候是用近乎上帝视角的完整 K 线全样本历史数据去跑回测。如果你也用复杂的指标比如 KDJ、MACD 或者各种多因子去跑遗传算法的进化回测，或者你手动看这些东西，那其实 GA 算法是非常聪明且极其偷懒的，它会像一个作弊的学生一样，在已知标准答案，也就是未来 K 线的情况下去按图索骥，最终进化出一个完美的在历史曲线里稳赚不赔的超级模型。但这叫过拟合，在实战的样本外市场一碰就碎。面对量化机构这种如质子般几乎全知的能力，散户如果试图去预测它的轨迹，你就成了被质子看穿的人了。对抗神级文明的唯一方法就是启动面壁者计划，逻辑降维。怎么降维？既然量化的超级算力在疯狂计算上千个超参数，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只看最核心、最无法伪装的底层原生态指标。我们甚至连价格都不看，直接求导降次，求出量价因子 V 和更深度的动量 A。当我们自己在用 AI 或者遗传算法去进化自己的交易系统时，千万不要给它喂太多的复杂指标。如果你用全套 K 线去跑回测，这个 AI 是极其偷懒的，它会通过出签和过拟合给你编造一个完美的虚假神话。我们必须像对待面壁者一样使算法在信息极度匮乏的黑盒环境下做出决策。你只给它2张牌甚至1张牌，当决策系统被剥夺了复杂的伪指标，降维到只能死磕最通用的阿尔法利润规律时，算法就无法在已知的历史底牌里面按图索骥。你连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都没有用复杂的逻辑去定义，那量化系统的质子又怎么可能提前测算出你的止损点呢？这个就是用最低维的坚韧去击穿高维的虚妄。
大家看这个简单的对比，在完整的时间周期里拥有恐怖的收益，然后在各个随机的时间段表现也还不错，甚至换一个标的居然还有阿尔法。样本外测试，随机去乱测，测各种标的，测各种时间段，这个叫做蒙开，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底牌，用速度去降次，就类似于我只看2张牌或者1张牌去做判断。最重要的是 GA 也没办法偷懒，如果你用价格跑 GA 进化回测，它一定是非常偷懒的，它能看到所有的 K 线，所以一定能找到一个非常过拟合的完美解。但用 V 就不一样，这是一个降次参数，或者 GA 必须去找到通用的能有阿尔法利润的规律，而不是在已知底牌的情况下去按图索骥。这个就是第一个解法，用降次保留 V 来执行我们的面壁者计划。第二个解法呢，叫做奥卡姆剃刀原则，类似于三体中的思想钢印的筛查。在三体中，思想钢印给人类打上了人类必胜的虚假信息，导致哪怕面临水滴，人类也无法做出理性的逃跑决策。这种从底层逻辑上的自欺欺人是全军覆没的根源。奥卡姆剃刀要做的就是像筛查思想钢印一样，精准切除代码里那些让你产生那种我的系统无敌的这种幻觉的毒瘤。如果说解法1是防止算法主观的偷懒，那解法2的奥卡姆剃刀就是用来精准切除你系统内部的逻辑内鬼。什么是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它的本质是简单性原则，即当有多个假设可以解释同一个现象时，我们应该优先选择那个假设最少、最简单的方案。说奥卡姆剃刀之前，肯定要先说到一个概念：过拟合。大家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用 Web Coding 做完系统，跑完回测后，看到年化收益几百倍的资金曲线，整个人就高潮了，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回测曲线美如画，一实战就亏到亲妈都不认识。这个就是过拟合。大家看这个数列，1、3、4、7、11、18，小学生的直觉都能看出来前2位相加等于第3位，所以18后面绝对是29。但如果把这组数字丢给一个极其聪明的 AI 或者学院派的多因子模型，为了追求所谓的100%完美拟合，它可能会给你算出一个极其复杂的6次多项式。用这个复杂函数去预测，18后面算出来的可能根本不是29，而是一个匪夷所思的-104或者是999。在历史数据里面，它追求到了极致的完美，在未来的实战里面，它就是纯粹的垃圾。这个复杂的函数就是过拟合，前面简单预测，后面数字是29的，就是奥卡姆剃刀原则。我视频中演示的就是一种过拟合的变化。当一个函数想要过多的去模拟所有的点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变得非常之陡峭，因为它的次数可能太高了。这样的曲线显然是无法预测市场规律的。所以当你看到自己回测出的数据非常好看的时候，请立即冷静下来，挥起奥卡姆剃刀，极其精准去剃掉代码里面的不必要的实体。第一刀剃掉未来函数，去检查你的时间序列，代码在计算9点35分的决策信号时，是不是偷偷调用了9点35分之后的最高价或者收盘价？你的回测引擎在撮合交易的时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100%能在最低点挂单成交？这种毫秒级的逻辑穿越就是代码里的思想钢印，让你产生系统无敌的幻觉。实战中，由于交易所的排队机制还有上下的滑点，这个未来函数带来的破坏性甚至比理论上还要更大一些。第二刀要剃掉幸存者偏差与过度清洗。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策略好看，会不断增加过滤条件，比如剔除极端行情，或者新增一些染色体参数。你每多一个这样的正向补丁，其实就是增加了一个没有必要的实体，相当于又在回测里面塞了一个作弊码。真正的奥卡姆剃刀要求你的交易逻辑纯粹到甚至不需要去判断大盘的牛熊，只有用奥卡姆剃刀把这些由于 AI 的过度体贴或者你自己的主观幻觉所添加的复杂过滤逻辑全部剔干净，让代码只剩下最冷酷的时间戳和当期数据。
你的系统才算真正断奶。只有不掺一丝杂质的极简的代码，才能在充满随机性和暴力猎杀的这个市场环境中，真正做到鲁棒性。第三刀，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刀，砍掉你的贪婪思想钢印。最近市场暴跌，很多人被套或者是爆仓，但我的 Luna 月相策略仅仅只是把微观利润全部吐回而已，本金是毫发无损，甚至微盈利的。我为什么能逃过这一波呢？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赚进市场上所有的钱，也没想过一波就暴富，所以我就挥起了奥卡姆剃刀，告诉 AI， 微观策略我只吃波段套利。基于这个第一性原理，我的策略实际上是依托于 DCA 的，宏观上雷打不动的按月定投，微观上则是在定投死线触发之前，用这笔流动性在微观世界疯狂套利。这笔钱甚至可以随机买，只有盈利超过1个百分比才卖，这样哪怕没有机会卖，最终也只是顺理成章成了 DCA 定投的长期养料而已。这个策略的阿尔法护城河也非常简单，你只要每个月成功套利哪怕一次，理论上收益就超越无脑 DCA 了。这微观套利引擎就像电影《飞驰人生3》里面的柏油路专用的光头胎，它绝对没有长线的抗拉扯价值你让它去跑砂石路，它1秒就爆胎，但这不妨碍它在特定规则的柏油路上疯狂带开，拉开距离，通过高频套利干到第一。这波暴跌我几乎没有任何回撤，当然就敢直接重仓买入一大笔，因为我用剃刀砍掉了贪婪，所以顺便把恐惧也砍掉了。这个就是奥卡姆剃刀的威力，也是应对市场量化到来的第二个解法。解法3，规则武器用函数描述世界。在三体的最后，神级文明归零者试图将宇宙的维度彻底降为0维，然后通过纯粹的数学和物理规律，让宇宙在大爆炸中重新启动。在绝对的数学规律面前，不管是水滴、质子、光力打击，还是人类所有的挣扎，都只是高维空间里复杂的泡沫。几乎所有人在新进入市场或者长期看市场的视角，都是几何学或者是图形学的。看红绿交织的蜡烛图，看收盘价、开盘价、最高、最低拉出的那种上影线、下影线、头肩顶、双底、一浪、二浪、三浪、四浪等等等等这种分形学的概念。但对不起，蜡烛图本身就是人类为了适应视觉知觉而制造出来的伪实体。当你把市场当成图形来看的时候，你其实已经落后了超级计算机一整个维度。真正的量化研究应该把市场视为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充满噪声的复杂函数，不要用主观的指标去平滑它，而是用最纯粹的微积分、泰勒展开式和求导降次去剥离它的外壳，抓取它最核心的宏观与微观交织的本质。这个就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规律性武器，函数描述世界。这里插一句我自己给自己打脸，因为我发现之前那个视频讲的 SG 滤波并没有给我的系统带来质的改变，当然至少它没有坏处就是了。听了我前面那期视频把滤波做进去的同学也不用删，因为 SG 滤波的好处是AI 能看懂也省得你去反复告诉 AI 不要用这些滤波了。OK， 言归正传，大家看看我之前做策略优化的时候喂给 AI 的一段真实的提示词，看看函数思维下的实战策略能有多简单。这是我现有的 Luna 策略文档，我的核心是求导降次，且依赖泰勒展开式。基于这个铁律，所有的滞后因子或者平滑因子的内容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在极简法则下，为了绝对的鲁棒性，简单差分的速度累积和加速度的累积就已经足够揭示市场的底层，没必要为了数学美感来强行学院派的加入各种模型、因子或算法，因为 sigmoid 的函数已经充当了一个完美的降噪和滤波功能。策略的所有其他地方都不应该再使用任何与滤波平滑相关的内容。别忘了，我是彻底删掉了蜡烛图，只看收盘价的函数描述一切就可以了。泰勒展开式是函数， sigmoid 也是函数，
甚至大家现在坐到电脑前刷到这期视频，也是算法函数在发力。那函数究竟是怎么描述世界的呢？用之前量化机构的战术来说明比较方便。简单来说，量化机构用一种 x 作为条件，达成了 y， 就赚你的钱 ，fx 等于 y， 这个 y 是一个复杂的展开啊。那这个 x 呢是一个变量，你一调整，他们马上知道 y 变了，追过来，你再调整，再追。我说的这个你呀，不是个人，是市场上大量的散户实体。Y 就是大量资金即将发生墨菲定律的那个位置。个人想做量化是完完全全不能卷机器、卷高频、卷因子、卷参数的，也绝对不要去尝试过于频繁的自动化调整，你机器的性能是干不过别人的。要化简，少操作，且尽可能的用函数来描述你的策略。没有 MACD， 没有背离，没有消息面。我们每次做策略能供我们备选的模型与函数实在太多了，各种滤波、以马尔科夫模型、多因子、神经网络，每一个都很好，也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预测市场。但是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所有能近似解释市场涨跌的这个事件模型中，预测未来最准的往往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个模型。正如我们刚刚那个数列 A 就是 AN 等于 AN 减1加 AN 加1，已经完全够预测了，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复杂的马尔科夫化到6次多项式这种程度。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只需要让策略函数更偏向于简单的解释就可以了呢？就像高中数学的键坐标系，或者是复变函数中的流数。是的，不只是你，机器学习也是一样的，大模型也是如此。DeepSeek 他们都是这么做的，这个叫做 regularization， 中文可以叫做正则化，就是指为了解决模型过拟合或者是适应性问题，通过在损失函数中引入额外信息或乘法项来限制模型复杂度的过程。当模型过于复杂时，它不仅会学习到数据中的规律，还会把数据中的噪声也记下来。此时模型在训练集上表现极好，但在没有见过的测试集上会表现极差。正则化的目的就是权衡训练准确度与模型泛化能力。常见的正则化方法有以下3种，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可以引入自己的量化系统里面。像我在我的开仓平仓策略中就用了一个类似正则化的简单方式，sigmoid 的函数，原理来自于股票市场最简单的思维模型，低买高卖。sigmoid 的管理仓位就能做到低买高卖，且具备一定的波动性。它连续单调，处处可导，所以它既能优美的积累势能，而不用去抢高频。机构量化毫秒级操作很多次，我们就把这一长段的毫秒累积起来的势能叠加，操作一次就够了。求导是微分，这里累积势能就是积分微积分整个就闭环了。同时 sigmoid 呢，它又有界，而且这个有界是动态的有界，能够避免像马丁策略那样无限补仓。在我看来，马丁策略就是一种严重的过拟合，因为它的初始预设就已经过拟合了。它假设你有无限多的钱，从函数的角度讲，马丁策略作为一个等比数列，风险是无穷大的，而且补仓所需要的成本也是指数级上升的。你看，我说了函数描述世界吧，一个简单的等比数列就告诉我们马丁策略的风险有多高了。各位赚得慢一点，稳一点，让函数去计算你的仓位。既然仓位是函数计算出来的，自然就不需要挂单了，点位到了自然去买卖就行。解法4，掩体计划，这也是我整个 Luna 策略的核心中的核心。在三体第3步中人类得知了宇宙的黑暗森林真相，以及高阶文明即将到来的光力打击。光力打击无法被摧毁，无法被防守，一旦恒星被击中，太阳系就会毁灭。人类无数的物理学家、战略家都在疯狂地寻找防守和逃跑的方案，就像无数的交易者在寻找完美的止损位一样。最后人类找到一个绝妙的方法，掩体计划。人类不再试图在空荡荡的太空中去硬扛光力，而是把太空城全部建在木星、土星等巨行星的背后。当光力摧毁太阳、引爆火海时，
巨行星那能够吞噬一切的恐怖质量和引力，反而化作了最坚强的盾牌，为人类挡住了致命的冲击波。人类把原本的致命的灾难，通过巨行星的承接，合法化的变成了人类文明繁衍的养料。利用这种策略呢，人类就不需要去进行止损化的逃跑操作了。在无数的交易员和 KOL 的眼中，止损被奉为不可触碰的铁律。但在这个由质子监控、水滴横行的市场里，你的止损线其实是量化系统最喜欢的口粮。你在小资金的时候觉得止损有用，可一旦开了一波大的，设好止损，啪的一声，很快啊，一根剧烈的插针就精准打到你的止损，然后价格拔地而起。价格没变，但你的钱没了，这根本不是博弈，而是精准的定向爆破。频繁的止损就是让你的账户在无谓的震荡摩擦中慢性流血致死。止损的本质是承认算法的阶段性失败，被迫将账面浮亏转化为不可逆的绝对熔断。但我的 Luna 框架中，止损机制迎来了它在数学意义上的消亡。面对无法避免的市场暴跌，我们不需要像普通散户那样惊慌失措去割肉，我们要启动的是三体中最终极的防御掩体计划。怎么构建这个掩体呢？利用身份转换的非对称性。当我的微观套利引擎在半山腰接了飞刀，市场遭遇了长级别的单边暴跌，套利单被深深套牢，处于浮亏状态。如果换做普通策略，此时或者说很早你就应该割肉止损了。但是在 Luna 的框架下，时间流淌到这个月相的死线的那一秒，也就是 DCA 定投日那一刻，美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笔被套牢的现货，它的金融属性发生了一次彻底的形变，它从一笔失败的短线套利订单瞬间合法化，变成了本月宏观 DCA 定投计划的标准持仓。那些没有机会触发止盈的仓位，没有变成亏损的数字，而是变成了滋养宏观长期底仓的养料。就像人类把太空城建在木星引力的背后，木星那原本能吞噬一切的恐怖引力和质量，反而成了最坚固的掩体。而我们策略中那个吞噬一切的巨行星就叫 DCA。 既然宏观上我这个月无论价格高低都要盲买一笔现货，那么微观引擎在暴跌中接到的飞刀，其买入价格也极大概率优于定投日当天盲买的价格。套利失败的惩罚仅仅是提前几天完成了当月的建仓任务而已。这是一场完美的稳赚不赔的非对称风险矩阵。上行的情况，套利成功，斩获现金阿尔法利润，本金呢继续寻找下一次微观套利的机会。下行的情景，套利被套，到达死线，瞬间触发掩体计划，转化成长线定投底仓，完美的完成了月度的既定任务。在这样恢宏的掩体计划面前，任何主观形式的止损不仅是多此一举，更是对策略利润的无谓的切割。那些致命的光力打击，在我的木星掩体背后，不过是滋养文明重生的点点星光。当然，在三体原著中，掩体计划最终在更高级的降维武器阿香伯的打击下破产，但这个就是现实，也是我们必须正视和接受的。正是市场正经历着从散户博弈向机构化、算法化转型的阵痛中。为了保护你的本金，请铭记以下3点：一、认清速度的鸿沟，绝不要在短线信息面与 AI 对决，在算法面前，你的快只是机器的微秒级余温。第二，尊重规则的不对称性，意识到自己的落后，认识到神级文明的致命性，从而让操作更谨慎，减少在高度波动环境下的频繁交易。别追热点，别追热点最近就有一个热点，不要追热点，保护好你的持仓成本。第三，回归价值与定力，既然无法在速度上取胜，就只能在时间上扎根。就像巴菲特所说的那样，一个好的标的，我的持有期限是永远，所以永远选择那种可以长期持有的标的去做就像云天明一样，买一个恒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量化机构的5个战术或者说套路，我们的4种解法。是的，没有解法5了，我也想不出更多的解法。尊重这种不对称性，正是我们在市场博弈中的劣势地位。面对绝对的算力和规则压制，唯一的解法5就是加入他们。好的，我是可乐，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加关注，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